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我们这里广西桂林工程也过端午节。从背景大家知道，我又回到了我的老家广西桂林工程。昨天早上我还在中国最西北的省份，而昨天下午大概6点钟，我就回到了我的老家广西桂林工程，跨越1万里路，也就是跨越5000公里，让我感慨万端。昨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，我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出发，当时在那里阳光普照。而昨天下午6点钟，我回到老家桂林工程的时候是倾盆大雨啊，因为那个雨啊特别大，就像晚上一样一片漆黑。从西北它是干旱的气候，到我们华南特别多的雨水。你看现在后面还有前后4周都是那个雾气，就可以看见啊，就是中国地大物博，然后呢它的气候带众多。昨天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专门选了靠窗的位置。从乌鲁木齐起飞的时候，能够看见雪山，然后呢就经过天山山脉、黄土高原，我在兰州转机，然后转到贵阳。从新疆到兰州这一段几乎是没有什么植被的，而从兰州慢慢的，兰州起飞往贵阳段，起飞不久就有云层了，然后就可以慢慢这个土地的越来越绿，越来越绿。到了贵阳，也就是贵州省的省会，就跟我们这里差不多，很多的雨，很多的雾气。这是第一啊，就是一个是气候，一个是地貌，完全不一样。昨天我到达工程站，从高铁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车门一开，我就感到一股有点像桑拿的味道，大家知道吧？就是说这温度特别高，然后呢，这个湿度特别大，我觉得应该有90%几吧。而在西北啊，特别是在新疆的时候，我的皮肤啊特别干燥，以至于已经非常痒了。而来到南方，这空气都是滴水的一样。既然今天是端午节，那我们就来说说我们老家桂林工程的习俗。我们这里端午也吃粽子，而且也吃甜粽子，可能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具体呢我不知道，无法考证啊。而且我们这里呢，甜粽子只有这个节气。平时我们只吃咸粽子，而我们老家甜粽子呢，只有一种叫黄毛粽，它是一种宽叶的草，可能比较适合包粽子吧，而且它有一种天然的香味儿，可能是本地人经过几百年、上千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。用这种黄毛草把这个糯米啊什么之类的包起来，然后呢，用我们本地的稻草烧成灰，这个稻草灰放在一个过滤的容器里面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用水倒上去。下面呢就变成了所谓的灰水，这个灰水是天然含碱的啊。然后取一口大锅，把所有的粽子，一般是大概1公斤一个，把它放进这个大锅里面，稻草灰的灰水把它要全部漫过这个粽子，然后就熬粽子了。应该是熬得越久越好，比如说你可以熬1夜，慢火熬，这样做出来粽子最正宗最好吃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黄毛草的叶把它刨开。用刀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，最多是1公分厚，这样一块。这时这粽子是无味的，所以我们要用土榨的红糖，我们本地叫黄糖，把它熬成这个浆，然后还要加入桂花糖进去，这样熬出来的桂花红糖汁浇到已经切成片的粽子上面，这样吃最美味。除了这个端午节我们本地吃甜粽子之外，其他的时间我们一律吃咸粽子。我们本地人经常包的是羊角柳，它是一种用竹叶包出来的粽子，包出来的形状就像一个羊角一样，它的外形呢有点像菱形。最正宗也是用稻草那种灰水把它漫过这个羊角柳，也就是这种咸粽子，然后呢熬，越久的时间熬越好。我们这里的羊角柳啊，当然它的主要原料是糯米，然后里面放1块五花肉，五花肉外面一般是裹黑芝麻，接着里面放花生、板栗、绿豆、黄豆、红豆等等，反正你能想到的都可以放进去。当然还要加盐，可能还要加其他的调料，反正要调成咸的，一般不会放红枣。这是我们南方广西桂林工程的做法，这样做出来的肉粽非常好吃。另外我们老家还有一种肉粽，大概大半个这巴掌那么大，它的形状有点像短的一种枕头，里面也是放差不多的东西。这2种粽子呢都是咸的，而我们平时呢主要是吃这2种咸粽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
刚才听了我讲述我们老家广西桂林工程的粽子的做法之后，那你们在哪里？而你们本地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知道啊，关于咸粽子、甜粽子南北之分，我认为啊根本没有必要去争。我觉得入乡随俗，对吧？北方人习惯了甜粽子，那甜粽子肯定是好的，对吧？而我们南方人一般来说是喜欢咸粽子，北方甜粽子肯定是好的，南方咸粽子也是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啊根本没有必要去争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也尝过北方的甜粽子。当时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，我尝过。老实说，是不习惯啊，不能说不美味，是不习惯我这个南方人的口味儿。因为原来从来没有吃过咸的粽子，所以呢难以适应。昨天早上我在新疆的乌鲁木齐，然后当天也就昨天的下午，我就回到了广西桂林工程。那我来说说我的感想吧。昨天早上大概5点钟的时候，我就滴滴打车、网约车啊。到机场非常的便捷，而且早上5点钟这交通非常的通畅，所以呢很快大概20分钟就到达机场了。到了机场是5点20分、5点30分左右，安检开的门也特别多，所以呢一切都很顺利。大概是6点钟左右吧，我就拿到了那个票，然后呢就安检完了就进去了。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在新疆的安检特别严格。虽然检查特别的麻烦，但我绝对不会抱怨，而且我能理解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安检越严格，安全系数就越高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来说就更好。开始坐的是一架波音 A300，每一排有8个座位。可能这个机型比较新，所以前后座位放腿的地方，它的空间特别大。在兰州转机是波音的，应该是737-800吧。我当时看这个机型的时候，感觉不太好。这个800是不是 Max 那个机型啊？就是经常出事故的那个机型。登机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机型可能比较老了，它的设施呢看上去真的比较老，而且前后座位的间距太窄了，所以我觉得人高一些的话会感到非常的拘谨。每次坐飞机，不管是国际航班还是国内航班，我都想啊。什么时候咱们才能坐上中国自己的，比如说C919、C929呢？可惜啊，网上总是有些人啊在唱衰C919、C919，我真的不理解这些人他们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。这次我去新疆是去体验，不是去旅游，所以呢，我几乎没有去所谓的网红景点。比如说在喀什，我就去了古城，还亲自坐了当地的火车到刹车去。就是想看看除了喀什之外，其他维吾尔地区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怎么样，那里的市政建设怎么样，那里的公共交通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总结一下啊，首先，我觉得啊，中国的基础设施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。这次我去新疆，因为路途遥远，而且为了节约时间，所以呢，我是坐飞机去的。比如说喀什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对吧？即使这样，它的机场啊。也非常的先进，可以说它的基础设施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之一，到处都非常干净，它的设施也是一流的。乌鲁木齐的机场一样，设施也非常新。然后我在兰州转机，兰州的机场也同样非常的新。然后呢，我就到达了南方的贵州，然后从贵州坐高铁回桂林的工程。那有的网友问我为什么飞到贵州去呢？其实我也想飞到桂林去。但是呢，我在网上对比了一下机票，飞到桂林要比飞到贵阳要贵几百块钱，而且中转的时间很长。反而飞到贵阳，我是坐海航，在兰州中转只有2个半小时，我觉得这样时间非常合适，不长也不短，还便宜了好几百块钱。而且我还看了，这也是我点赞中国这个基础设施非常优秀的地方。不管在兰州机场还是贵阳机场，都有高铁直播啊，就是高铁直达机场，零接驳。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所以我当时下贵阳机场的时候，我只留出了30分钟坐高铁。我当时啊只带了手提行李，所以我一下飞机之后就马不停蹄啊赶到高铁站。我觉得从停机位到高铁站应该有1公里左右，因为大家知道啊，机场一般来说要走蛮远的位置。大概可能走了700米左右，出机场，然后马上就进入火车站了。
所以到达高铁站应该叫龙洞堡高铁站吧。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剩下15分钟了，好在当时安检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呢很快就安检过，然后就可以上火车了。整个过程有惊无险，从贵州贵阳到广西桂林工程大概有600公里左右，它需要的时间是2个小时22分钟，这是最快的一趟车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昨天上午8点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，然后呢当地时间18点我就到达了广西桂林工程，我的老家，前后共花了10个小时，跨越5000公里，这是怎么样的基础设施才能达到呢？对吧？而且衔接特别的好。然后我的家人开着车去车站接我，10分钟之后我就到家了。有这个高铁实在太好了，以前我真的没有想到从贵州贵阳上下飞机，现在对我来说多了一个选择。比如说我既可以从香港、深圳、广州、桂林，现在还可以从贵阳，甚至今后还可以选择从长沙上下飞机，都可以。因为有这个高铁吧，所以到处都非常方便。刚才说了，从工程到贵阳这个机场站2小时20分钟，到广州最快的是1小时48分钟，但是呢，从广州南到机场还要1个多小时的地铁，也就是说花在路上的时间要3个多小时才到机场。而到贵阳2个多小时，以前啊，我为什么那么蠢，没有考虑到这个呢？我们这里呢，到桂林西是最快是28分钟，然后呢，从桂林西如果是打滴滴到机场，可能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，也就是说，从我的家门口到机场1个多小时也可以了。所以这样算起来，其实啊，我们这里虽然是农村，它的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高铁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的人都非常感谢这个高铁啊。所以我真的不理解啊，为什么有些在网上的人，特别前些年啊，一直在唱衰中国的高铁，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呢？高铁本身也许不赚钱，但是这个遍布全国的高铁网，给老百姓带来的便利以及间接的经济效益，难道这些人那么蠢不懂吗？这次出行，我不仅去了新疆，还去了中国的东部，比如说江苏的南京，还去了青岛。也就是说，从我们华南到华东，再到中国的西部，跨越了几乎整个中国，中途还在甘肃的兰州停留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我真的有发言权，给中国的基础设施点赞，到处真的都非常的方便便捷，而且非常的现代化。比如说南京的地铁，什么青岛的地铁，还有乌鲁木齐的地铁，与其他省份一样的先进啊。所以我真的不得不说啊，中国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世界上最棒的，没有之一，绝对没有之一。而这种福利啊，很多中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为什么说是福利呢？因为你花了很少的钱，可以享受到那么便捷的服务。比如说巴士、地铁这种公共交通，在中国一般是1块钱起，最远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，让我非常感叹。因为我也比较啊，比如说我在纽约坐地铁，坐一次应该是2.75美元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也许现在贵一点了。而在中国，比如说我坐那个巴士，在乌鲁木齐坐巴士上车就是1块钱，在桂林是1块8，而在德国是3.5欧元，大概是相当于27块人民币。而在中国一般是1块钱或者2块钱，美国是3美元左右，也到了22块钱、21块钱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在所谓的发达国家，他们的公共交通大概相当于中国的10倍左右，甚至更多，而他们的收入并没有中国10倍那么高啊。这个遍布全国这高铁网，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，而且高铁的车次呢非常的多，非常频繁。大城市之间就是公交化了，比如说广州、深圳就是5分钟一趟，你错过了上趟，马上你可以改签到下一趟，等等等等，非常的便捷。像我们老家这种小的县城吧，它的高铁平均啊，每20分钟、每30分钟就有一趟到广州，或者到成都，或者到贵阳，所以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这是我用肉眼见到的这些年来我们中国的变化。因为我在国外，然后回来，每一次呢都会对比啊，所以我非常的感慨。昨天我从中国最西北的省份新疆
当天下午就回到了我们华南的省份广西桂林工程，跨越5000公里，跨越10000里路，所以允许我在这里再跨一次中国超棒的基础设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了。